提到漠河，除了中国最北的城市这一称号，另外一个有名的就是《漠河舞厅》这首歌。最近几年，《漠河舞厅》火遍全国，歌中的那种情绪感染着每一个人。其实，歌中的漠河舞厅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舞厅就在漠河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舞厅在地下室。在这个舞厅出名前，舞厅是当地林业人员休闲跳舞的地方。现在的舞厅白天有很多游客来打卡，晚上还是工人们的舞台。我们就在晚饭后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漠河舞厅，舞场灯打在整个舞厅中，各种舞蹈在这里轮番上演。来到漠河舞厅，你一定会认为自己穿越时空，回到了80年代的中国。漠河舞厅背后的故事就是1987年大兴安岭地区的火灾。这场火灾侵袭了 1.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漠河整座城市都被大火夷平，有200多人死于火灾，其中就包括漠河舞厅中男主人公的妻子。我们也在第二天去了火灾纪念馆，了解当时的情况。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这一段略带伤感的旅程吧。漠河市被全国这么多人所熟知，我想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有一部分人来漠河是为了打卡中国最北点，以及想成为有幸看到极光的那个幸运儿。也有很多人知道漠河这个名字，是因为80年代的那场大火。也有一些人来到漠河，只是因为一首歌叫做《漠河舞厅》，是这2年非常火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漠河舞厅的门口，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大家不一定知道漠河舞厅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前几年呢，有一位歌手来到漠河这里旅行采风的时候，他在漠河舞厅碰到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呢叫张德全，当时大概60多岁的年龄。歌手就看到这位老人一个人在舞厅中孤独地跳着舞。后面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位老人的妻子在1987年5月6日的那场大火中不幸遇难。从此之后呢，老人就经常来到漠河舞厅，在这里或者沉思或者跳舞来怀念自己曾经的挚爱。其实呢，1987年他的妻子不幸去世时，他们才结婚仅仅4年。因为呢，张德全老人的妻子生前就非常喜欢跳舞，所以呢，这位老人经常来到漠河舞厅。而且呢，从亡妻去世开始啊，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这位老人一生都没有再娶，也没有儿子女儿，没有后代。因此，《漠河舞厅》这首歌之所以在全国如此的流行，一方面是因为歌曲本身就很好听，另一方面也是有很多人被这首歌背后的动人的爱情故事所打动。其实呢，这个漠河舞厅以前不是在这个位置，当时歌手发现老人的时候，这个漠河舞厅还在它的旧址是一间地下室，在那里有一个舞厅，可以唱唱歌、跳跳舞什么的。一般就是当地啊，漠河这边林业上面退休的老人喜欢去。当时那个舞厅大部分人的年龄都在60岁左右，最年轻的也有40、50岁。那现在呢，随着这首歌爆火，这个舞厅已经搬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这里离漠河的商圈更近。那有很多游客来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地。那以前呢，漠河舞厅就是收门票的，但是很便宜，听说只要5块钱，而且呢，当地的这个退休工人是可以办月票的，1个月50块钱包月。现在听说漠河舞厅的门票已经涨到好像是20块钱，我听酒店老板说的。那我们现在去里面看一看吧。我们现在来到了传说中的漠河舞厅，上面写着中国最北唯一的舞厅。然后呢，就像狒狒刚才说的，这边很多老年人来这边，所以看到门口就有好多老年代步车。我们在东北见的一大特色就是这边的老年代步车特别的多。我们觉得可能是因为天气冷哈，所以很多老年人用这种车来。看来这个舞厅里还真是有不少的老年人啊。是的，走，咱们进去看看。全天营业啊！全天营业，好像是右边这边近。舞厅入口。哦，是在1楼还是在哪儿？
这个感觉也是个地下呢。哦，天呐，卡拉 OK 厅，这非常有年代感了。对。哇，这么多人呢！上下门票进。好，好，他给你扫，他给你扫。哇，好多人在跳舞啊！我们现在买好票了，一个人20。2个人40块钱。走吧。哎呦，这么多人呢！哇，都是当地人啊！可以坐吗？可以坐这儿吧。这不会跳呀，咋办？这跟我小时候跟我爸妈去工人俱乐部那种。对那种舞厅一样的。我还以为里面会有很多的游客，因为现在已经旅游旺季过了嘛。对。这边主要还是以当地人为主，而且呢，这个年龄确实是哈，基本上都跟父母差不多，是50、60岁这个年龄。那边好像有个舞台，还可以点歌去唱。哦。我还想着今晚会有年轻人唱漠河舞厅呢。看来都是叔叔阿姨，应该也不会唱。哦，有感觉了。动起来啊！我一会儿上去学一下阿姨跳。嗯，动起来。穿的这个太丑了，我还脱了吧。不丑，挺好的。我觉得咱们那儿已经没有这样子的了。对。其实挺有感觉的，你会觉得自己以前在什么《百日焰火》呀，还有很多的电影里面看到的场景就在眼前了。像我们这一代的孩子，从我们记事儿开始，基本没有这种舞厅卡拉 OK 了，都变成KTV 了。我们基本上是从小学、初中的时候唱歌都是在 KTV 唱了，就没有这种了。你看那个中间还有一个麦克风，还可以点歌随便唱。跳的还不错，好多人啊。对。旋转啊。大哥，你这店开多少年了？多一点吧。20多年了，刚说，20多年了。哦，太厉害了。我看来这儿的是不是主要是当地的那个退休工人这些哈？对，现在都是做链子。哦。这你们是哪儿的？我们西安的。我们西安的。西安。对。陕西西安。陕西的。现在就是白天比较人多的都是游客，像你都是玩来的。对对对。白天一直玩，搁这一唱一天。白天来人多。晚上呢，就是6点半到8点半这些跳舞。哦。当地人跳舞。对对对。你得给人家。对对，是。漠河舞厅我就是以跳舞。对。但游客来了，到这来就是打卡。唱唱歌。留个照相，留个纪念。对。就这么回事儿。是。但我觉得晚上来感觉好，就这个舞厅它本来的样子我们都能看到。不是，白天来也是这样，因为这不没有窗户，白天。但他当地人少啊，白天哈。对，当地没有。对。那就没有这种感觉。对。白天这家伙早白天9点开门，一直到晚上，人要多的时候，这家伙晚上坐上去。就这舞厅就一下给我们拉回小时候。爸妈在那儿看那个，那当地这个工人他们也是按20收吗？还是有什么别的优惠啥的？本地的他们跳舞就是月票。月票哦。一个月交多少钱？哦，那行，我感觉我想着天天这样子也贵。你也想办月票啊？对。你不能白跳。我们这是有的家伙一天你看电费。对。
是你还雇服务员，对，咱也有成本的有成啊本的。对，你们来不能给你们白票啥，你们多少得交点。对对，就这么回事。这灯还挺多的。你跳去吧，这样到赶紧来，愿来来，不愿来你就走了。对对对，是不来你可以不来。87年是从林子里开始烧的吧？对呀，从森林里这有烧的。起火点，哦，起火点离这嘎能有8公里。起火点。起火点8公里啊。对。那县城的房子也遭殃了。全烧了。全烧了。对，这都覆盖的，后来重建嘛，重建漠河。哦，那漠河房子就最老也才30来年的。最老的现在那可是不，最老的它有房子还有修复的，就希望就是盖儿烧没了，剩个框，就上那盖儿又修复好，又重新盖的房子。那他隔着马路咋都跑到咱县城？隔马路，你，哎呀，那您这87分那火是不是刮哪儿去了？那跳着着的。对对。搁这样跳着着的，着完以后完了又往回着的。那大火都你县城圈上了都。那叔叔您那时候多大呀？28呗。哦。我今年都60了。那您家房子也烧了啊？烧了几天呀？这火？漠河是烧了1晚上，整1夜烧6锅。哇！后来往下烧，一直烧到塔河，烧了不到1个月。后来部队上来了，死保塔河嘛。后来部队也死不少人，累死的都是，都死在大肚子入房了都。后来把塔河保住了，这场大雪，这场大火，算完事儿了。哇妈呀！我们过来的时候一路都看到好多的人在护林的哈，各种标语。对呀，那必须防火，这对是邻居以防火为主。是的，是的。那现在那个大兴安岭里面，它不是有那种观望塔，主要也是观察这个火情哈。这都是属于防火部门设立的。各个邻居设立的瞭望塔，上面都得有人值班。我看到那个林子还有一个铁门，写的是封山。我们本来以为是为了防止别人打那个野生动物，它是防火。封山那是什么呢？就封山育林。对。现在大县里的林子不让采了，对，封山了。对。现在已经没有成材了。成材已经大火烧的一部分，再一个采一部分都已经采光了。现在都是小树了，都对，大树这么出的没有了。对。现在已经封山，对，都是小树。多少年了都。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以漠河以前有林业，靠木材，现在就是靠旅游。对。那路上那小树长了也得有10几年了。对，那都有20来年了。那长得确实慢白桦树长得慢啊。20多年细细的。我们现在从漠河舞厅出来了，我觉得我们今晚上过去的时间刚刚好，因为老板介绍了哈，这边白天也营业，但是没有当地人，全是来打卡的游客。但是呢，晚上的6点多到8点多这个时间段，当地人全都来这边跳舞了。我们正好就赶上了，能看到一些非常接地气、非常生活化的一场面。刚才8点多的时候啊，当地人跳完舞都回家了。那后面的时间呢，就是留给游客的这个算是卡拉 OK 的时间吧。刚才有一个男的，他唱了一首《漠河舞厅》，我听着我也想唱，我也唱了几句啊，《漠河舞厅》。唱完之后呢，那个别的人全都走光了嘛。然后我们跟老板聊了一会儿，老板跟我们就讲了讲这个漠河舞厅的历史，以及呢，老板就是60多岁的叔叔嘛。当年呢，这个大火的时候，他就20来岁，也给我们回忆了一下他作为大火的亲历者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我们听完之后呢，就对这个城市的理解又更深一层了。然后明天呢，我们打算天亮之后，这边有一个5、6大火的一个纪念馆，我们去那里边再看一看。哇，看你的嘴一哈就是凉气。漠河还是最冷哈，太冷了，基本接近中国最冷的地方了。对。如果说中国最冷的地方是根河，冷极根河的话，那感觉漠河也基本是第2冷极了。对，其实差不多的。对，极端气温。对。还有就是那个像
呼玛呀、黑河呀，都是在中国冷的前10都能排上号的。以及新疆阿勒泰有些地方也很冷，比如我们前些年去的富蕴县，它那个地方也曾经测到过-50这个温度，差不多就能排到前5了，很冷。所以当地人啊，8点多9点就跳完舞回家休息了。我们也跳完舞唱完歌了。狒狒今晚不光跳了舞，还唱了歌，感觉这个收获很多。我觉得漠河市哈，就这个县城倒是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哈，但这个舞厅，我建议大家以后啊，尤其是可能对那个年代有一些记忆的、有些情怀的，一定要来这儿感受一下啊。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场大火。从1987年的5月6号到6月2号，这场大火持续了整整28天。而我们现在所在的漠河市，就是当时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那场大火中，有211人遇难，266人受伤，受灾的居民超过了5万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漠河市，基本都是在那场大火之后才重建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这些建筑，其实都非常的新，最旧的距离现在也就是30多年吧。因为呢，当时漠河市主要的居民楼还有办公的地方，基本都被大火毁灭了。那场大火最初是从旁边大兴安岭的几个林区开始烧起来的。从5月6号到5月7号，原本经过1天的奋力扑救，大火已经基本上得到控制了。但是呢，5月7号的中午，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那天呢天气突变，刮起了8级的西北风，有几处着火点就死灰复燃了。当时那个火苗，从几十米到上百米，非常高，而且夹杂着这个风力，飞快地朝漠河这个县城这个位置席卷而来。后面呢，更是从漠河这里一路向南，朝着塔河的方向，持续的蔓延在燃烧。那直到1987年的6月2号，这场大火才彻底的被扑灭。现在的漠河县城只有我身后的这一片松院是当时没有被火灾涉及到的地方。据当地人说，这个火当时呢从西北的方向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位置，其实旁边已经都烧得差不多了。到这儿之后呢，听说这个风力突然转向了，然后火朝另一个方向走了。那身后的这一片林子就保留下来了。其实呢，我们从北极村开车往漠河市这边走一路上都能看到，沿途的大兴安岭林区树苗都非常的小，就这么粗。但是因为那个白桦呢，它长得本来就慢，实际上那个已经长了10几20年了。但是原始的很粗那个树木，基本上在大火中都被烧完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站在松院这儿，看到里面有差不多碗口粗的那种树，就已经很难了，是那会儿为数不多幸存下来的树木了。那后来呢，也是为了悼念在火灾中遇难的同胞，以及呢，为了给后人做一些防火的警醒，那漠河市这边现在修了一个5、6火灾纪念馆，就在我们的左手边，就在这个松院隔了一条马路的对面。我们准备先去纪念馆看一看，去详细了解一下那段历史。我们现在马上就到了火灾纪念馆的大门了。从这个后门的方向往过绕的途中这边有一堵外墙，上面贴了一个进入漠河林区吸烟5个一律。其实它的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你看上面说了，如果说是吸烟的话第一条就是说，非公职人员一律给予经济处罚或拘留，公职人员一律开除公职。只要进入林区吸烟的公职人员一律开除公绩。然后呢，在场不加制止的领导一律撤职。如果吸烟引起山火，无论这个山火成灾与否，一律依法严惩。还有未经批准野外怒火者，一律依法严惩。其实不仅仅是这个火灾纪念馆的外墙，我们这一路过来穿过大兴安岭，包括小兴安岭林区，随处可见这样的标语。路边大概每隔个几十米、100米就会有林区严防烟火、严禁烟火、禁止吸烟这样的标语在里面。
气候条件及起火的客观因素。1987年春季，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全球发生了大面积干旱。位于北纬50度线附近的俄罗斯、蒙古、加拿大等国相继发生了森林大火。这个图就是俄罗斯阿穆尔州森林大火。阿穆尔州就挨着我们中国的，阿穆尔州的首府就是那个黑河对面那个城市。然后这边是蒙古国的森林大火。这边是加拿大的森林大火。这是87年5月6号大兴安岭火灾起火当天的卫星遥感图，上面这大片红点都是俄罗斯，他们那边的火灾当时已经非常严重了。当时我们中国这一侧呢，只有零星的几个起火点。起火之源：5月6日上午10时，漠河县河湾林场清林作业人员王、傅二人休息时吸烟，烟头没彻底熄灭就扔到草地上，引发山火。还有一个是清林作业人员给割灌机加油时将过量汽油洒在草地上，割灌机启动时高压线引燃汽油，引发山火。全是饭。这是我们在漠河的最后一顿饭了。吃完这顿饭，我们就要去根河。来东北这么久了，第一次吃东北的饺子。然后今早呢，狒狒吃素的，平时都是我吃素的。我要了个肉的，香菇猪肉的。哎，怎么我这儿还有个素的？你给我的吗？哦，我的肉饺子好吃吗？我们今天就要离开黑龙江了，我们再往前面走呢，到了根河，就属于内蒙古的呼伦贝尔了。再往后从呼伦贝尔玩完之后，我们最终是会回到吉林长春去翻车，黑龙江这边基本上就结束了。其实挺好的，但是冬天有夏天不一样的美吧。但以后我们决定夏天还是再来一次。